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，这条是中美贸易担忧和特朗普对台湾的立场导致美股走势不一，纳斯达克指数大幅下跌。接下来这条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未提及2025计划，但关于它的激烈争论仍可能影响政府对税收的处理方式。该计划包括一项将税务负担转移给低收入美国人的计划，以及一个税收优惠全民储蓄账户计划。共和党人关注于较短的政党纲领，但遗产基金会的努力仍然显而易见，特别是拜登总统的灾难性辩论表现后。接下来，美联储官员暗示近期可能降息。前总统特朗普批评其应在选举前保持利率不变，尽管市场预期9月降息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强调将独立率值，以数据为依据做出决策。接下来这条，罗氏公司开发的减肥新药 CT996 在一期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早期数据，显示出 6.1% 的体重下降。该药物有望成为诺和诺德、Wegovy 和礼来 Zepbound 等热门减肥药的潜在竞争对手，引发后两者股价下跌。下面这条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多位发言者指责拜登政府导致高通胀。他们认为，特朗普政府的税收减免、关税上调和移民限制等政策将加剧通胀压力。如果特朗普重新当选并实施这些政策，可能会影响价格。接下来，随着投资者需求强劲，摩根士丹利成为最新一家发行投资级债券的大型华尔街银行。该行将发行11年期收益率高于国债 1.17 个百分点的80亿美元债券，为本月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接下来， Capital One 计划拿出2650亿美元用于贷款、投资和慈善项目，已获得监管机构批准与 Discover Financial 合并。该计划重点在于低收入人群信贷发放和社区发展工作。接下来这条，华纳兄弟探索频道面临压力，因 NBA 媒体转播权引发激烈争论。据报道， NBA 已就其下一届媒体转播权达成条款，看起来华纳兄弟探索频道的 TNT 网络可能失利。下一条，高盛策略师表示，标普500指数已无向上空间，建议不要买入，并认为8月份是股市表现最差的月份。该指数创下38次历史新高后，在弱季、过度仓位和利好消息已反映在价格的情况下，极有可能出现夏季回调。下一条，今年英伟达、台积电和阿斯麦等芯片股因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热潮的压注大幅飙升，周三势头停止。下跌原因包括投资者对出口限制的担忧和科技股轮动。中国半导体技术出口可能面临更严限制。英伟达对华销售额占比下降。ASML 周三跌幅最大，其第三季度业绩指引低于分析师预期。下面这条，美股周三涨跌互现，纳斯达克指数大幅下跌，因科技股受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和特朗普对台湾立场的双重压力。与此同时，蓝筹股道琼斯指数悄悄创下另一个历史新高。下一条，唐纳德·特朗普夏季表现异常稳健，让其连任总统的可能性暂时提高。因此，金融市场重新关注特朗普贸易，对股票、债券、加密货币、利率和通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。下面这条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可能降息，提振地区银行股上涨，因降息将缓解银行面临的高利率压力。特朗普参与2024年总统竞选也提振了投资者信心。下面这条，百加德利卡将出售旗下大部分葡萄酒品牌，专注于发展其香槟和烈酒品牌，以应对全球葡萄酒消费量下降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 Beyond Meat 计划与债券持有方协商债务重组，因现金流减少导致流动性不足，产品需求疲软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